美国海军官员证实，在南海撞击不明水下物体的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目前已在美国关岛海军基地接受专业评估和初步维修。撞击事故的具体原因也正在调查，但针对具体细节，美军方面仍语焉不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再次强调，美方应采取负责任态度，尽快对此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交代。美国康涅狄格号在经过近1周的航行后，于上周五抵达关岛海军基地。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言人辛迪·菲尔兹称，目前美国第7舰队正负责事故的指挥问题调查，而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则在领导安全调查。据悉，潜艇抵达关岛后，在碰撞中受伤的11名艇员中，有2人在岸上接受治疗后返回潜艇。但美国海军协会称，关于这起撞击事故的更多细节仍未公开，也并未发布康涅狄格号近况的相关照片，使得这次撞击事件依然迷雾重重。值得注意的是，自10月2号碰撞事故发生后，美方并没有第一时间对此发表官方声明，而是等到10月7号才由美军太平洋舰队出来证实。据美媒报道，美方这5天的沉默是为了让康涅狄格号及其艇员有时间抵达关岛展开进一步评估。除了对事故原因语焉不详以外，美国海军的官方声明中，事故地点被定位在了范围更广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并不是后来美军官员证实的南海海域。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如此不负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更令国际社会对美方意图和事故细节产生怀疑。美方有责任说明事故详细情况，并解释清楚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美方核潜艇事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二是事故有没有造成核泄漏，破坏海洋环境；三是事故会不会影响事发海域的航行安全和渔业作业。美方应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尽快对此次事故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有分析认为，赵立坚就碰撞事故提出的3连问，揭示了美国核潜艇在南海发生碰撞事故的另一种可能。比如第3问中提到的渔业作业，让人联想到近来外界持续猜测的南海人工渔场说。海洋人工渔场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可能会对海狼级核潜艇构成威胁？中国首座深海渔场深蓝1号2018年交付，其周长180米，高38米，重约1400吨，有效养殖水深30米，直径60.44米。海上渔场的重量动辄数千吨，工作状态采用半潜或全潜模式，意味着其水下部分可深入海面以下数十米。也就是说，如果美国核潜艇在相对靠近水面的深度航行时，的确有机会撞上类似的人工渔场。因此，核潜艇在不开启主动声纳的情况下，一头撞上人工渔场惨遭重创也不是没有可能。但业内人士也强调，由于这些人工渔场位置相对而言仍位于水深较浅海域，而美军海狼级核潜艇更适合于在大洋深处潜伏猎杀，通常不会在近岸浅海区域活动，更不会轻易靠近情况复杂的渔业作业区域，因此这一可能性还有待观察。也就是说，现在呢，各种的推测呢，实际上都是有可能的，撞上沉船呀，或者是撞上人工渔场，包括呢撞上的钻井平台等等。因为呢，这些都是在海上呢，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撞击，所以呢，现在来说，你要想具体的推测是哪一种的话，其实难度呢是非常大的。真正的是导致的什么的撞击啊，只有美国人心里边最清楚。也有美媒援引学者文章指出，由于水域繁忙且部分水域较浅，在南海及其周边水域操作核潜艇并非易事。2008年，海军历史杂志曾报道美军史库平号攻击型核潜艇1972年跟踪一艘越南渔船从中国海南到纳土纳群岛再到泰国湾的历程。该报告详细描述了数百英里之内南海水域的危险状况，如到处都是岩石、浅滩和沉船，未明确标志的石油钻井平台也构成特殊风险。潜艇经常在龙骨下方只有6米到9米的水下行动，来自水面交通的噪音有时也会使潜艇的声呐失效。报道还称，如果说1972年的南海状况已经如此复杂，那么如今在该地的航行只会挑战更大。水路变得越来越繁忙，夜间行动的石油勘探者、海底采矿者和非法倾泻者都可能改变海底。
漂流物正在增加，仅今年1年就有大约3000个集装箱在太平洋地区丢失。这是一个危险嘈杂的地方，很容易使一个没有准备好、粗心或疲惫的潜艇驾驶者失明。美国福布斯网站分析认为，这次损失将给美国的战略和美国的潜艇基地带来压力。康涅狄格号是美国海底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款高要求资产，该潜艇将被优先维修，给美国已经用尽的潜艇维修资源增加了压力。如果损失巨大，就有可能破坏美国以威慑为基础的太平洋战略。设计于20世纪80年代，现存3艘的海狼级核潜艇也被称为海下 F-22，是美国海军现役最强大的攻击核潜艇，也是美国有史以来装备最齐全的攻击潜艇之一，有8个鱼雷发射管，足够容纳50枚鱼雷或巡航导弹，并全面装配了先进声呐和其他传感器，可用来收放执行情报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和特种作战的海豹突击队。如此先进的核潜艇为何会撞上不明物体？当时它到底在执行什么任务？分析人士指出，这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许恰是美国对事故细节遮遮掩掩的真实原因。美国呢动用如此先进的攻击核潜艇呢，在南海活动。那首先一点呢，它在哪里边进行活动？这样一来的话，那美国呢，它就会暴露它的一些的战略意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艘核潜艇呢是如此先进，那么如果说它爆出来损伤的情况，可以呢推测出来它抗打击能力有多强，那么还有它的薄弱点在什么地方。所以美国人现在遮遮掩掩，它核心呢就是遮掩呢这艘核潜艇的任务。还有一个呢，技术性的，这些呢都是它的机密所在。